就因为吃了弟弟做的虾，你凭什么吃我老公剥的虾？他女朋友当场骂掉，还喊来2个侵犯我，想让我身败名裂。但他不知道，我才是贺家的继承人。爸妈，我下飞机了。宝贝女儿辛苦了，刚谈了个大单就连夜回国。你呀、一定要替我们好好把把关，看看这个女孩子怎么样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对了，您在国外注意休息。我眼香，走路不看路。小姐，明明什么？明明你是个什么？放心吧，大姨，你就安心等着我嫁入豪门吧。就这样的还想嫁入豪门？贺云舟要是干成这样的女人，推给他看。来，把这个花放到这儿来。这个杯子一定要擦干净。张叔，来了，大小姐。来，云舟女朋友不吃辣，这所有的菜一点辣椒都不能放。大小姐，你对未来少奶奶真的是上心啊。这云舟第一次带女朋友上门，当然要重视了。好的，大小姐。去吧。我和贺云舟是龙凤胎，我格外照顾她。5岁，贺云舟从楼梯上滑下，我冲过去当垫背，断了2根肋骨。15岁，千万别告诉云舟我绝藏骨髓的事，我不想让他一辈子都带着愧疚面对我。贺云舟得了白血病，全家只有我配型成功，我又救了他的命。他是我用半条命换来的弟弟，我比谁都希望他幸福。老姐，这可算回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你怎么还像小蛇一样喜欢搞偷袭啊，贺云舟？我看你气啊！姐，我不是想你了吗？哎呀，姐，我跟你说，等会儿梦梦来了，你一定会非常喜欢她的。她虽然出身不好，但是她温柔善良，不像那些拜金女一样只图我的钱。哎呀，姐相信你的眼光。不过姐，那个梦梦她从小缺爱，胆子小，性子弱，你呢一会儿就收敛你那一丢的女强人气场就行了，你千万别吓到她啊！行了，知道你疼人家。哎，不是你姐又不是洪水猛兽，怎么可能会吓到女朋友？可能是你女朋友来了，我去开门。好，来啦！是你？念香，怎么是他？怎么你们认识？没有啊，我和姐姐是第一次见的。姐，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梦。为了弟弟，我忍。你好，我叫贺云初。你好，云舟，我好饿，快带我去吃饭。好，带宝宝去吃饭喽。不愧是顶级豪门，以后就是我的家了。大姨，不愧是顶级豪门，要是能嫁到贺家，我们就吃穿不愁了。不过云舟的姐姐对我不是很友好，我要让她知道，谁才是贺家未来的女主人。梦梦，咱们先吃饭吧。我姐都是根据你的口味特意准备的饭菜呢。是清汤寡水的，你让我怎么吃啊？姐，吃虾。看在云舟的份上，忍了。你凭什么吃我老公剥的虾？你都懒成这个鬼样子，还好意思吃这么多？什么？今天是我第一次上门，你作为大姑子，为什么不亲自为我做饭？
宝宝，咱们先吃饭吧。吃什么饭？这顿饭全是海鲜，这都是我老公的钱，你凭什么这么挥霍？再说一次，姐，别生气，你别生气啊。梦就是随口一说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行，看在你面子上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坐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贺云初在贺家的地位根本就不怎么样。宝宝，你别生气了，先吃饭吧。云舟，还是你最疼我了，不像某些人没有眼力劲儿，分不清大小王。吃饭啊！云舟，我也要吃下。好，我给你吧。梦梦，你先过去坐一会儿，我上个厕所，很快就回来。去吧。贺云初，你说你都这把年纪了，怎么还没有嫁人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这副样子没有男人要吧？要不我把我表哥介绍给你。虽然他没什么钱，但他好歹是个男人啊。他一不会嫌弃你懒，二不会嫌弃你爱乱花钱。只要你给他生儿子，我保证他不会打你的。你这样的都有人要，凭什么觉得我没人要？你反了天了！我可是未来贺家的女主人，我把我表哥介绍给你，是看得起你。你竟然这么不识抬举，那我今天就好好教你立立规矩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将武力过去？你敢打我！我不仅要打你，我连贺云舟一起打。贺云舟，给我滚出来！找的什么阿猫阿狗，敢在我面前撒野！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好女朋友要给你姐找男人。什么？这要是被秋池哥知道，我得被扒掉一层皮。这个女人竟然敢跟家里的男人动手！你们几个，赶快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！你们是都不想干了吗？任凭他欺负我老公，我老公可是贺家大少爷。陈小姐，你要知道，在贺家，大小姐说了才算。云舟，你姐姐一点都不尊重我，我好心劝她，她都不领情。梦梦，她是我姐啊。姐姐，对不起吧，我也是一片好心，毕竟我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姐，你别跟梦梦一般见识了，她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，自然是会受影响的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都是一片好心。在我的老家，像你这样的女人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姐姐，你真的考虑考虑我表哥吧。梦梦，我姐怎么可能会嫁给你表哥？
说话直，但他没有恶意的。这样，我好好教他，把他那些恶习都纠正过去。这件事能先别给爸妈说吗？行，我就容忍他这一次。你把他给我教好了，再带到我面前来。这什么眼光？找这么奇葩的女朋友？秋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你了呀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这可是我让楚氏集团旗下的珠宝品牌专门为你设计的。喜欢。云初，家里的事儿我都听张叔说了，要不还是把贺家交给云州吧。虽然他能力没你强，但是有楚氏扶持他，还是能撑起贺家的。我也想，可是云州的身体，你知道的，就算我同意，爸妈也不会同意的。行吧，那就辛苦我未来的楚太太了。谁是你太太？我们还没结婚呢。怎么，你还不承认？你认不认啊？我不认，没有结婚就不是太太啊。你确定你不认？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认不认？我不认。你说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。喜欢吗？这可是我让楚氏集团旗下的珠宝品牌专门为你设计的。秋实送给我的项链怎么不见了？张叔，哎，大小姐早。除了我，昨天还有谁进我的卧室？没有。哎，不过昨天少爷带陈梦小姐来参观房间，陈小姐说要看看您的卧室。张叔，对，立刻给我查监控。是，小姐。大小姐，我就知道是他。大小姐，陈梦在直播间正戴着您的那条项链。给我看。 Hello， 宝宝们，喏，你们看，本小姐也是有限定款项链的人了。你们看，亮不亮，闪不闪？你们羡慕吗？贺云哲，马上给我滚回来！姐，怎么了？自己看，他偷的是你姐夫送给我的定情信。姐，我知道那是梦梦不对，但那都是因为她原生家庭不好，从小就缺这些，所以才没忍住犯错。我现在就让她把项链给你还回来，再给你道歉。贺云昭，这是犯罪！原生家庭的不幸不是他偷窃的遮羞布，我们贺家容不下这种人，必须报警。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别报警啊！贺云昭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竟然为了陈梦给我下跪，他到底给你安了什么迷魂汤啊？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再给梦梦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为我捐赠骨髓的女孩，我想守护她一辈子。不是你说什么？你说陈梦给你捐赠骨髓，可明明给你捐赠骨髓的人……姐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把项链给你还回来啊！你等着，千万别报警！不是，贺云昭，不行，我必须把事情搞清楚。张叔，大小姐，给我查陈梦直播的电话。
大小姐，陈梦直播的地方就是您和楚先生的婚房。什么？您看，家人们，你们是不是都非常喜欢我这条项链啊？你要是喜欢的话，给我点点关注，多点点赞，到时候我在福袋里面抽一个人送一条。可真是我的好弟弟啊！我让他给我盯婚房的装修，他竟然把钥匙给陈梦。大小姐，我勒个乖乖，何家真是太有钱了，给女儿的房子都这么豪华，那以后给儿子准备的婚房岂不是更气派？哎呀，梦梦啊，大姨知道你呀是个有福的人，将来你飞上枝头，可别忘了拉你表哥一把呀。当然了，大姨，我从小就没有爸妈，是你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，我飞黄腾达了，正是报答大姨的好时候。好，好，好，将来贺家把女儿嫁给你表哥，这就是我的房子了。不过大姨，那个贺云初可不是个好东西。我前2天跟他一起吃饭，他居然敢跟云州动手，没有一点女人样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让生米煮成熟饭吗？让贺云初彻底臣服于我表哥的雄威之下。哎呀，对呀，梦梦呀，还是你有办法。他们这种大小姐呀，最在乎贞操了。好了，大姨，你先去卧室休息吧，我要开始直播了。等表哥来了，我带你们去吃大餐，刷我未来老公的卡。好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你们猜我现在在哪儿？那给你们看看，这可是我未来老公给我买的大平层哦。哇哦，这大平层太豪华了，姐夫好有实力。还好吧，他就那样，喜欢给我买这些。我家里的奢侈品都多的带不完呢。你看，这红酒也是我老公在国外给我买来的，进口的呢。姐姐，能不能借你的大平层拍个名媛照啊？一看就是假名媛，想蹭人家房子拍照吧？别这么说嘛，毕竟像这样的房子也不是谁都能住得起的。谁给你的脸，让你在我的房子里边装名？贺云初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的房子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啊，还是说我来早了，没让你过够复活的瘾？这主人吗？笑死我！我的人生又塌了。竟然把我家搞成这副鬼样子！谁不嫁你的家？迟早都要嫁人，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等我嫁进贺家，贺家的钱全是我的，这套房子也是我的。第一，这房子是我自己赚钱买的，跟贺家没关系。第二，把项链还给我，然后滚出我家！凭什么？就凭这里的一砖一瓦，用的都是我的钱。哦，对了，是你跟云州说，是你给他捐赠的东西。哎呀，梦梦呀，这个就是云初啊。哎呀，长得确实好看，可以哈。嘿，我儿子刚刚好。陈梦，你自己当寄生虫也就算了，你还把亲戚也带进来，怎么就这么想在我房子里边繁衍生蛆吗？哎，这个女娃子啊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我们梦梦她怎么就是寄生虫啦？霸占我的房子，偷我的项链，她不是寄生虫是什么？项链是云州给我的，这套房子也是云州让我住的，你凭什么污蔑我？污蔑你？这条星空项链是楚氏旗下珠宝的全球限量版，仅此一条，是我未婚夫专门为我定制的。还未婚夫？你个小骚婆娘啊！你都要嫁给我儿子了，还跑去外面勾搭野男人！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。楚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郑叔，云初呢？我们俩约好要吃饭的，但是现在联系不上他。大小姐没跟您说她去婚房了吗？什么？他去婚房怎么会不告诉我？算了，我去找他。
什么野男人？你儿子也配跟我扯上关系？你居然敢打婆婆！我告诉你，我儿子是楚氏集团的员工，马上就要晋升组长了，那可是年薪几十万的大人物。你能嫁给我儿子，那都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就是，我表哥这么优秀，别不识抬举。楚氏集团的员工要晋升组长，就这点能耐也好拿出来显摆。别说是组长了，就算他是楚氏集团的高管，能不能在楚氏留下来，那也是我一句话的事。哎呦，你少在这吹牛！我儿子说了，楚氏的高层他都认识，他从来没有听过你的名字。那是你儿子职位太低，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我的位置。你个小骚婆娘，你居然敢看不起我儿子，我打死你！你快说！居然敢打我，弄死！哎呦，这回事！喂，云照，怎么了？默默，你在别墅吗？我有事找你。我没有啊，我在外面逛街呢。别骗我，我都看到你的车了，我给你带了惊喜，马上就到啊！啊，云照，你说什么？我这信号不太好，我听不清楚。云照，云照，大爷，快把他拖到卧室藏起来。云照来，那，快！放开我！哎，放开！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儿子，你总算是来了，这就是梦梦给你找的媳妇儿，还没过门呢，就在外头找野男人。妈跟梦梦帮你收拾他呢。确实有几分姿色啊，做我老婆勉强凑合。婆婆，你敢不给我戴绿帽子，我得好好调教你！你烂人，你要打我儿子！要是敢动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。小娘们儿，你现在很烈啊，更喜欢了。哥，要办事儿，到卧室床上去。什么？两位考虑的周到，小娘们儿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这里面快好吧？你别过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别挣扎了，我是楚氏集团的员工，你只要跟了我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我警告你，楚氏是我未婚夫的公司，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明天就让你全部给滚蛋！这个时候了，还跟老子吹牛呢？我非得给你点面子，行不行？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默默，云章，我姐她来了吗？没有啊。幸亏姐没发现我偷偷把钥匙给了默默。哎，默默，这是我亲自给你挑的，喜欢吗？哇，云章，你也太好了，我太喜欢了。那个，默默，我姐的项链，你能先还给我吗？我以后给你买更贵的。好，我待会儿就给你。云州，我现在肚子饿，你能去帮我买蛋糕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给我闭嘴！默默，我好像听到我姐的声音了，她是不是在里面？怎么可能？你听错了吧？云州，我真的很想吃那块蛋糕，你快去帮我买吧，我求求你了。云州，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你听错了吧？
云昭，不能开，里面是我大姨。你知道的，我大姨守寡多年，她没事就爱看点小视频缓解寂寞。你现在突然这样开门进去，她会尴尬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就不来了。既然阿姨在休息，我就不进去了。默默，你替我向阿姨问好。云昭，我现在就把项链还给你，你快去还给姐姐，免得她又着急。谁的手机在震动？我的手机，我今天不小心把手机掉在地上了。你怎么不接电话？不用接，诈骗电话。哎，云昭，你快去把项链还给你姐姐吧，免得她又生你的气。好，我现在就去了啊。小贱人，打我儿子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臭婊子，你敢咬我！打死你！云初不愧无缘无故挂我电话的，难道出事了？孩子，快，就现在办了他！小宝贝儿，别挣扎了。不用接，诈骗电话。哎，云昭，你快去把项链还给你姐姐吧，免得她又生你的气。好，我现在就去了啊。宝贝儿，我来了。哎，姐夫，贺云洲，你姐呢？我姐不在这儿，我刚从里边出来。姐夫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姐出事了！姐夫，你等等我！姐！姐！你干嘛？贺云超，你还想不想去问问？去给被人闯去！我可欺负我姐！哎，你们敢动我儿子！村长！哎呀，村长！云超！云初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了吗？云初，云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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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过，我会让你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你个倒霉你！
贺云舟，你最好给我个交代。我交代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梦梦跟云舟的房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还让云舟给你交代？他们的房子，这是我和云初的婚房。云舟，这是真的吗？是。我管你是谁的未婚夫啊！我可是楚氏集团的员工，你敢打我，你是比我乡里吃不了兜着走。楚氏集团，那正好，你被辞退了。你说辞退就辞退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楚氏的高层我都认识，根本就没你这号人物。通知人事部，开除你的名字。你听清楚了，大爷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林刚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把我开除了。都听清楚了吗？马上开除林刚，列入楚氏和所有合作企业的黑名单，永不录用。真的假的？你少给我装模作样的！楚氏高层的电话这么容易就让你打通了，不少的玩呢。就是，我儿子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，你说开除就开除，你少吓唬人。怎么，不敢接？接就接，谁怕谁啊？谁呀？真是认识我的电话。你真是楚氏的高层？喂，被开除了，林刚。喂，什么？我被开除了？你到底是谁呀？你凭什么让楚氏开除我啊？就凭我是楚氏集团的总裁。不可能！贺云初这种男人婆，怎么可能有男人要？而且还是楚氏集团的总裁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轮不到你来评判。何云舟，报警！报警！云舟，不能报警！我表哥就是喝多了，跟姐姐闹着玩。就是个没有贺云舟，以前刚才差点就被他们欺负了，难道你还要放过他们吗？贺云舟，你想清楚了，你是要我这个姐姐，还是要沉默？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马上跟陈梦分手。云舟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
不该问，不该伤害我姐啊！我没有。云珠，带你去医院。姐。何云舟，你给我听着，我不想在这栋房子里再看见他们。云舟，我真的不知道表哥和大姨会做出这些事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带他们来的。凤毛，你表哥他差点就……我们还怎么在一起啊？云舟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再也不敢。凤毛，算了吧，我们没可能。云舟，云舟，你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要了。你怀孕了？就算我有错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孩子，爸爸都不要我们了，妈妈还把你生下来干什么？妹妹，你别这样。云舟，你就让我去死吧，反正你都不要我们。妈妈，我没有不要你和孩子。你真的怀孕了？都1个多月了，我本来想找机会告诉你，但没想到发生了这些事。明天我带你去医院接我姐，你好好给她道歉，求她原谅你。我一定会好好跟姐姐道歉。我凭什么道歉？我肚子里怀了孩子，贺家上下都得听我的。云珠，我们接到消息，就和你爸、你爷爷从国外赶回来。你放心，爸妈一定给你撑腰。没错，伤害过你的人，爸妈一定会收拾他。还有贺云舟那个臭小子，我一定好好教育他。爸妈，谢谢你们。贺云舟，你还有脸过来？你姐需要静养，你带他们来干什么？我跪也就算了，我妈是长辈，怎么让她也跟着跪？别说话。我带着默默和他的家人来给姐姐道歉。姐姐，对不起。以为给我下跪磕头道个歉就可以得到我的原谅，真是可笑。我告诉你们，别说是你们，就算是你们全村所有人跪在我面前，我也一样不会原谅。姐姐，我们是真心来道歉的。收起你那假惺惺的道歉，法律会制裁你们。给我滚！我不要！没听见吗？我女儿不想见到你，给我滚！你敢倒霉你！这就是你们道歉的态度？
切都是误会，是梦梦她表哥喝了酒，跟姐姐开了个玩笑。他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叔叔，阿姨，我表哥他们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这个糊涂蛋啊！这种鬼话你都信？他要是不知情，怎么可能把人带到你姐的房间？我看他就是主谋。不是这样的，姐，帮我说句话好不好？你劝爸爸，我求求你了，姐。曾经那个跟在身后喊着要保护姐姐的男孩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贺云州，我差点让人强奸了，你还让我帮始作俑者说话。贺云州，你要是还想回这个家，赶紧跟这个女人断干净！我不能和梦梦分手！她怀了我的孩子！云昭，别说了，既然姐姐不肯原谅我，叔叔阿姨又不肯接受我，那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带着孩子去死，省得留在这儿碍眼。你回来！妈妈，你不要这样想不开。云昭，你让我去死吧，我不想你为难。我都说要打掉孩子，他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想拿一块肉来拿捏我们？做梦！妈，是谁要害我贺家的血脉？你就是我的孙媳妇吧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贺家终于有后了。贺云州，你确定他肚子里那个孩子真的是你的？姐夫，我跟梦梦的感情好好的，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？就是，我们贺家的血脉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质疑。奶奶，秋池是我未婚夫，他不是外人。等你嫁出去，你也是外人。妈，梦梦，奶奶带你回家。有奶奶撑腰，我在贺家的地位算是保住了。贺云初，你等着，我们之间的账以后再慢慢算。云初，你奶奶年事已高，每天都想着抱重孙，这事儿啊，你奶奶掺和进来难办了。爸，我知道。梦梦，最近食欲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奶奶让厨房给你做燕窝、海参，想吃什么都给你弄。奶奶啊，您不用这么费心的。吃酸的，想吃酸的？酸儿辣女，哎呦，太好了！梦梦，奶奶说的对，
你现在是2个人，得多吃点。云州之前谈过那么多女朋友，这在一起最快都快2年了，从来没有过孩子。为什么跟陈梦在一起才几个月的时间就怀孕了？哎呀，不过奶奶，自从我怀孕之后，我总是睡眠不太好，浑身没力气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孕妇最需要好好休息了。这样，你搬过来跟奶奶住好不好？我亲自照顾你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梦梦怀了我贺家的金孙，在贺家养胎天经地义。我看你就是见不得云州好，不想让我抱上曾孙。干嘛？妈，我们同意他们住进来还不行吗？云珠她刚出院，会打坏的。我告诉你们，谁要是敢委屈了我贺家的孙媳妇，我跟谁没完！谢谢奶奶，姐姐，我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，不会惹你生气的。梦梦，对不起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一定要调查出陈梦接近贺云州到底有什么目的。总算在贺家站稳脚跟了，接下来只要拿到贺家给未来儿媳10%的股份，我的任务就完成。云州，不要！怎么是你？陈梦怀孕，太蹊跷了啊！这声音是从陈梦房间传出来的。你怎么来了？要是被人发现怎么办？怕什么？老太太已经认可你这个准孙媳妇了，是为了我们多少？啊！再说了，我也怎么放心得下你和我的孩子？你还知道关心孩子？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贺云州那个蠢货？快了，等拿到贺家给儿媳妇10%的股份，我就是贺氏最大的股东，整个贺氏都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到时候我再把贺云初交给你来主持，如何？这还差不多。今天别被他们听见。陈梦都怀孕了，贺云州怎么还敢折腾她？不吧，他们都睡着了。不对，这不是云州的声音。姐，你大晚上不睡觉，在默默房间门口干什么？贺云州在这儿，那房间里的那个男人是谁？姐，屋子里没有人，我听到其他男人的声音了。云州，你怎么来了？默默，我姐说你房间里有男人的声音，是不是有人闯进来了？贺家安保森严，怎么可能会有外人混进来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你也不能这么拼命。姐，你是
是不是听错了？不可能，我明明就听到了，而且声音还十分熟悉。难道从窗户跑了？贺云硕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来梦梦的房间发什么疯？奶奶，我明知道梦梦怀孕要休息，你还来打扰她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不是奶奶，我是听到房间有其他男人的声音，我才进来的。胡说！梦梦这么好的姑娘，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？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梦梦留在贺家，归来这里找事。姐，你就这么容不下梦梦是吗？贺云峥，你觉得是我在诬陷他？云峥，奶奶，你们不要再责怪姐姐了。我之前犯了那么大的错，姐姐对我有情，是应该的。姐，这次有梦梦帮你求情，这件事我就不计较。但若有下次，别怪我不念姐弟之情。贺云峥，如果知道你长大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当初就不该救你。救我？你什么时候救过我？梦梦，你没事吧？云峥，你们吵得我头疼，我想休息。哎呀，梦梦头疼，可不能影响了我的大孙子。哎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云珠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，走吧。赶紧走呀！快走！磨蹭什么呀？爸妈，我真的没有撒谎，我真的听到声音了，而且这声音十分的熟悉，只是我一时想不起来到底是谁。云初啊，爸妈知道你不是故意找事儿，你最近是不是太紧张了，产生了幻觉？妈，不是幻觉，而且陈梦梦的反应也很奇怪，她那个窗户也是开着的，那有可能是他觉得闷，打开窗户透透气。陈梦现在怀着孕，你奶奶又宠着她，这事儿啊，咱们得从长计议。没错，一个陈梦而已，翻不出什么大浪，我们会盯着她的。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动作都麻利点啊！谁要是干不完活，就给我滚出贺家！张叔呢？张叔被我辞退了。我现在怀着孕，需要人照顾。大姨是自己人，我就把她招进来，顶替张叔的位置。你把张叔辞退？张叔在贺家待了10几年，谁给你的胆子辞退？我是贺家的准孙媳妇儿，又怀了贺家的金孙。这一点我都做不了主了，况且爸妈和云州都同意了，姐姐，你就不要操心。我不管，你现在马上让他走。我们贺家容不下这种手脚不干净还纵容儿子作恶的人。我怎么就手脚不干净了？我儿子那是一时糊涂。再说了，是你奶奶叫我来照顾梦梦的，轮不到你来赶我走。这里是我家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
立刻给我！汉云初，我不许你赶走大姨！我告诉你，陈梦，梦梦，梦梦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贺云初，梦梦怀了我贺家的香火，你要是害她没了孩子，我跟你没完！姐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次了，你还要为难梦梦到什么时候？我没碰她，是她自己摔的，你们能不能清醒一点？你还狡辩！你要是没推她，她怎么会肚子疼？好，你们就护着她吧。哎，怎么是你？花旦小姐，以后啊，由我送您上下班。我司机呢？我表哥被处14次退后，一直没找到工作，我就让他来当你的司机。他是研究生毕业，所以说来给你当司机是有点委屈，但毕竟是一家人，这点亏他能吃就吃了。你让林刚给我当司机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能不能大度点儿？事情都过去了，梦梦的表哥也知道错了，这都是一家人，别抓着不放。就是啊，奶奶说的对，一家人不要搞得那么难看。就是来贺家接我。哎呀，别气了。哎呀，陈梦那边我会想办法找人盯着他的，不会让他胡来的。不是，现在不是陈梦的问题，是奶奶跟贺云洲，他们完全已经魔障了。张叔被辞退，赵桂花当保姆，林刚给我当司机，整个贺家被他们搞得天翻地覆。哎呀，别气了啊！说吧，何总，调查有结果了。陈梦高中没毕业就没再继续读书了，专门在各种场所结交有钱有势的男人。这里面是他跟各个男人的聊天记录，还有一些交易记录，还有一些他在社交平台上隐晦招揽客户的一些证据。我们还查到陈梦在半年前就开始接触贺云洲，目的性非常明确。我就知道这陈梦不简单。另外我们还调取了一份贺二少的体检报告，报告显示贺二少患有先天性的无精症，根本不具备生育能力。什么？原来陈梦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云洲的。不行，我要把这件事情回去告诉我爸妈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先别急。这样，我去贺氏医院取原件，你先回家等我，好吗？等我。走。二叔，云珠，好久不见，想二叔了吗？二叔啊，你怎么想起打电话过来呀？你不是一直在国外拓展业务吗？刚处理完，已经回国了，特意给你和云州带了礼物。好，谢谢二叔啊。二叔是爷爷收养的义子，和我们家关系一直很好，对我和云州也格外疼爱。小时候我和云州闯了祸，都是二叔帮忙解围。有二叔在，说不定能劝劝奶奶和云州，让他们看清陈梦的真面目。
气。晦气。哎，姐姐，算命的说了，你太强势，压住了云州的气运，害他生不出儿子。只有往你身上泼狗血，去晦气，才能抢回云州的气运。难怪云州从小身体就不好，原来是你克了他。继续泼。陈梦，你想怎么蹦跶我不管，但是如果你敢再挑战我的底线，我管你怀了谁的种，一样不会放过你。谁让你动东西的？谁让你的房间又大又宽敞，最适合孕妇养胎？你要我就给，凭什么？你敢不给？我们贺家还指着梦梦传宗接代呢。别说要你的房间了，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要给他摘下来。别磨蹭，赶紧给我把房间腾出来！对，那嫁出去的女儿啊，泼出去的水，还占着这么好的房间，还不如听老太太的，把房间让给梦梦，也算是你给各家做了一点贡献。爸妈，那是我从小到大的房间，你们也觉得我该让出来吗？云初，你奶奶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，哎呀，你就退让一步嘛。是啊，云初，一个房间而已，妈再给你安排更好的。你呢，我的好弟弟？姐，你之前逼得梦梦差点自杀，你让一间房子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好，我知道你们的态度了。但是这个房间，我不会让。我怀了你们贺家的种，连个房间都不让给我住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跟孩子一起去死算了！妈妈，你是我孩子的妈妈，贺家的房间你想住哪间就住哪间。我现在让姐把房间给你让出来。我不要他让，我要他下跪给我道歉，否则我现在就去医院打胎，我让你们贺家绝种！也要我给你下跪道歉，也要我给你下跪道歉。做梦！你敢对梦梦动手？贺云初，你反了天了！你跪下！你敢伤害我的金孙，我打死你！妈，消消气儿吧。
妈，别打了，云珠她也是你的亲孙女啊！我没有这样的孙女，他要害了我的孙子，你们都护着他，是不是也想让我贺家断后呀？我还不如跟萌萌一起死了。妈呀！妈，你不能！妈，你干嘛呀？妈，消消气，你消消气，消消气吧。妈，我不死也可以，让你的女儿给梦梦下跪道歉。快！你要不给梦梦下跪道歉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孙女儿！你给我跪下！妈！贺云初，这都是你自找。老太太说的对，贺云初胆敢残害贺家的血脉，他就应该下跪道歉。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给我跪下！妈！跪下！住手！让开！你们都给我看清楚，这是贺云舟的体检报告，他患有无精症，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。陈梦肚子里那个孩子根本就不是贺家的。什么？哎，妈！无精症？不可能！这一定是弄错了！陈梦，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！你想污蔑我？污蔑？这报告上有医生的签字，医院的公章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还有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你长期从事援交，半年前突然就盯上了贺云舟。说吧，到底是谁在幕后指使你？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，是贺云初，他见不得我贺云舟好，想拆散我们，所以才联合你这个外人造了这份假报告。云舟，你相信我，这都是他们的阴谋。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的，你别被他们给骗了。陈梦，那要不要我联系医院，让医生过来亲自跟你对质？或者说，你敢不敢做一个羊水穿刺，证明你肚子里那孩子就是贺云舟的？我不要！你们都想害我！贺云舟，你被这一家子骗得团团转，现在证据摆到你面前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你们这帮骗子，从一开始就带着目的接近我们贺家。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，我要把你们全部送进去吃牢饭。
云州，你说句话。报警吧，姐。云州，不能报警，不能坐牢。怎么回事？我这刚回来，怎么闹成这般模样？二叔，你回来了。你个臭小子，体检做完，报告都不知道去，医院找不到人，报告都送我这儿来。什么？报告显示我没问题。爸妈奶奶，你快醒醒！我生育没问题，恶魔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不可能！慢点！不可能！这2份报告都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，二叔还能骗你们不成？你们别忘了，自从我分管这家医院后，医院的每一份报告都会经过仔细核查，绝不会出错。喂，王院长。贺董，您怎么亲自打电话来了？我问你啊，楚氏集团的楚总是不是来医院取过一份体检报告？是，确有这么回事。我正准备打电话联系楚总呢，都怪下面的人工作失职，把其他患者的报告错当成二少爷的给了楚总，这是重大工作失误，我负全责。负责就不必了，再出现纰漏，我就把你赶出医院。是，再也不会了。秋池、云初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弄错了，这才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。何云初，你太恶毒了！为了把梦梦赶走，你竟然联合外人陷害云州，你是不是想让我贺家断子绝孙才甘心呀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你也不能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来算计我。我看你就是见不得云州有后，所以才处心积虑的算计云州。姐，你这次做的太过分了。贺云州，报告是秋池亲自去医院取的，怎么可能会弄错？你还在狡辩，你就是怕孩子出生后我们会分走贺家的财产，所以才处心积虑的算计我们。就是蛇蝎心肠的东西，你这么去算计自家亲弟弟，你要不要脸呢你？贫可怜。姐，我们是亲姐弟啊！啊，你去这么算计我吗？你去这么算计我吗？贺云州，你说话之前能不能先过脑子？她是我楚秋池的未婚妻，未来楚家的少夫人，她有什么必要算计你？还有，这个报告绝对有问题。有问题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联合医院造假，帮着陈梦骗大家喽？
二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总之这件事情一定弄清楚。你闭嘴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污蔑梦梦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不要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。大哥、大嫂，既然云州都有孩子了，那结婚的事儿可不能再推迟了，赶紧把日子定下来，好让你们的儿媳妇儿安心养胎。没错，梦梦怀了我们贺家的金孙，是我贺家的大功臣。按照我们贺家的规矩，新媳妇儿可是要给10%的股份，真没错吧，大哥？还愣着做什么？贺家的规矩不能坏。好，1星期后为云州举办订婚宴，当中签署协议，将贺氏10%的股份转让给陈梦。贺云初，过来。有事？我打算过来给我按按脚，顺便再帮我换双鞋。我怀了你们贺家的金孙，伺候我一下，不过分吧？就是啊，梦梦现在是贺家的大功臣，让你提鞋伺候，那都是看得起你。这才对嘛！早这么识相不救，要我给你关系，你也配？你放开妈妈！你放开！你放开！哎呀，梦梦，梦梦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云初，你给我等着！楚总，您为贺小姐定制的礼服已经空运过来了。去拿过来，给云初试一试。好。云初，我有一个跨国视频会，10分钟就好。知道啦，可是我慢。天哪，好漂亮的礼服啊！你喜欢？嗯，这件礼服我要了。这个礼服是一个大人物定制的，不能卖给你们。什么大人物？能比我身边的贺家大少爷更重要？你要是不给我，信不信我今天把你这家破店给你烧？管你什么大人物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这件人必须是梦。是我。贺小姐，您终于来了。放那儿吧。怎么，像贺家大少爷这样的大人物，也要跟我抢东西啊？姐，不是抢，我不知道是你定制的。云超，订婚宴是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。要是我能穿上这件礼服嫁给你，
我这辈子都无憾了。妈，你别哭啊，我一定满足你。姐，你看梦梦这么喜欢，你就把这件礼服让给她吧。你喜欢什么款式？我马上给你定10件，不，100件，赔给你。他配。云州，我知道我出身不好，我配不上，也配不上这件礼服。我现在就去把孩子打掉，我不离你远远的。妈，你别走。云州，我就是想在订婚宴上让你看到我最美的样子，可是姐姐为什么不愿意成全我？姐，一件礼服而已。梦梦现在怀了我的孩子，情绪不能激动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？今天要是不让出这件礼服，我就把这家店买下来，以后所有的礼服都让给梦梦穿，你一件都买不到。贺少真是大气啊！陈小姐身份尊贵，订婚宴穿上这件礼服，那简直是锦上添花呀！贺小姐，我是这家店的店长，今天我就做主把这件礼服卖给贺少。你说了不算，这件礼服除了我，谁也拿不走。我就把这家店买下来。这家店你买不走。凭什么？我们贺家是比不过你们楚家，但也不缺这点钱。凭什么？就凭这是我楚秋池送给未婚妻的聘礼之一。什么？你胡说！这家商场是国际连锁品牌，什么时候成你们楚家的了？元昭，你别信他，他这是在帮贺元初说话，故意吓唬我们的。睁开眼睛，好好给我看清楚！你想买我楚秋池送给未婚妻的东西？嘿，送一个商场给贺元初，还只是聘礼之一。贺元初这个贱货，他凭什么？你被开除了。楚总，我错了，楚总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狗眼看人低，楚总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个工作，楚总，你再给我机会吧，楚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楚总。赶出去。是，永不录用。老板，这边请。你们还不走？怎么，也想像狗一样被赶出去吗？谢谢前方，我们这就走。秋池，你刚才看到了吗？霍云舟看我的眼神，像在看一个敌人。云舟，15岁那年，我躺在手术台上，超骨髓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我满脑子都想的是，一定要让我弟弟活下来。可是呢，我用了半条命救回来的弟弟，竟然用那种眼神看我。你说，是不是我错了？云舟，是他被朱由蒙了心，而且我已经调查陈梦了，等我把证据甩到他脸上，他肯定会求你原谅他的。除了陈梦，再帮我调查一个人。谁？霍明哲。怀疑他？从他回国，带着那份体检报告出现，再到他极力的促成这门婚事，提议给股份，这一切都太巧合了。好，交给我。贺云初，这个贱人怎么还不去死？妹妹，你先别生气了，你想怎么弄他？你跟我说啊！带我去夜色酒吧，我要见乌鸦。乌鸦啊，
他下手那么黑，万一要是闹出人命呢？怕什么？真的是我来着。贺云初，这一次我一定能让你好看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豪门准少奶奶吗？怎么，这飞上枝头当凤凰了，还舍得回我这破庙？陆牙哥，我是来找你谈生意。谈生意啊？当初你跪下来求我给你介绍客户的时候，可没现在这么硬气啊！啊！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我今天是来找你聊正事的。说吧，什么事儿100万，毁了他。动贺云初，你他妈是疯了吧？你想的不死了？200万，现金。行，但他身边有保镖，硬来可不行啊。我会把他骗到你这儿来的，你只要保证他进来的时候是个人，出去时是条狗。300万现金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出了事儿可都是你一个人的主，我从来没见过你啊。成交。给我好好找他。贺云初，你不是高高在上，等你被那些男人碰过之后，看你还怎么装进。我要跌进泥潭，一辈子都爬不出来。姐，我错了，想当面跟你道歉。夜色酒吧302包房，就我们2个人。奇怪，这大晚上贺云洲约我去酒吧干什么？难道是他发现陈梦真面目了？秋芷，明周约我去夜色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单独谈。你收到信息后，来夜色找我。贺云洲怎么还没来？郭大小姐，久等了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这当然是你的好弟弟贺云洲呢。他看你啊，平时工作太辛苦了，特意交代我们哥几个帮你好好放松放松。贺云洲，他在哪儿？让他来见我。哎，你的好弟弟现在正跟陈梦在温存。原来这一切真是贺明成安排的。
连陈梦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他的。楚总，贺明成很明显就是想通过陈梦拿到贺氏集团的股份，从而掌控贺氏集团。亏得云初那么信任他，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。夜色，这么晚了，云初去夜色干什么？带上所有人去夜色。是。哪来的大手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是我的地盘，可由不得你啊！臭娘们儿，是啊！放开我！他别碰我！贺大小姐，你就别费劲了。你弟弟给了我们钱，让我们好好伺候伺候你。苏轼，楚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云初，云初，云初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来得很及时。我来了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动手！我错了，是我瞎了狗眼，不该冒犯贺大小姐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！你给我听着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这家夜店停止。楚总，这夜店是我的命根子啊！我押上了我全部的家当。楚总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以后给你做酒不做吧，求你饶了我吧！等你进去了，再做家业用不着。全送警局！我要这帮人报题组审问。是，楚总。楚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楚总。陈梦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害死我了！宝贝，敬我们即将到手的贺氏，一起除掉了你最讨厌的贺云初。我这样算计你侄女，你不会怪我？哼，又不是亲生的。那感情好。我跟乌鸦说了，要给他用最烈的神仙水，一滴就能让他像烂泥一样弹着。就算楚秋池赶到，他还是脏得连狗都不如云珠惨状的表情。我觉得那一定非常精彩。云初，云初，还疼吗？医生说你有轻微的脑震荡，需要好好休息。不疼了。我睡了多久？1天1夜了。证据都查到了，陈梦确实是贺云城的人，还有乌鸦那些人，也都是陈梦安排的。亲人真的是二叔。小时候父母忙，都是二叔陪我和云州过生日、开家长会。那年云州突然白血病，也是二叔半夜冲进家里，
开着车一路闯红灯送进的医院。没想到他能算计成这样。云初，人心隔肚皮，只是他隐藏的太好了，你们一直都没发现而已。明天订婚宴，我要他们自食恶果。梦梦，累不累呀？想吃什么跟奶奶说，可别委屈了宝贝金孙。梦梦，从今天开始，没人再能阻拦我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人看着，注意点。大哥、大嫂，恭喜啊！咱们贺家终于要天丁进口了。同喜同喜，也多亏你为云州操心了，筹办订婚宴。应该的，云州就像我亲儿子，他幸福，我比谁都高兴。咦，怎么没看到贺家大小姐？今天不是她亲弟弟订婚的日子吗？我从一进来就没看见她人，不会真和传言那样姐弟俩闹翻了吧？为了点小事闹别扭，连亲弟弟的订婚宴都不来，一点都不在乎贺家的心。奶奶，别生气，既然她不来，你就当没她这个姐姐。贺云初现在肯定被乌鸦他们折磨得不成人样，他就是想来也来不了了。姐姐应该是昨天晚上玩疯了，累坏了来不了了。毕竟她朋友多，应酬也多。谁说我来不了了？怎么回事？贺云初看上去一点事都没有。梦梦，这巴掌是昨晚的利息。贺云初，你疯了！你敢在这儿打我？打你还是要挑风水宝地吗？陈妈，你雇人害我，还想高枕无忧的嫁进贺家？做梦！云州，你姐她疯了！贺云初，梦梦还怀着我的孩子，你当众扇的巴掌，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忘了还有你了，我的好弟弟。云州，你竟然帮着陈梦发信息骗我去异色，让那些禽兽伤害我。要不是秋池及时赶到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贺云州，你竟敢这么对你姐姐！我没有，没有。证据确凿，你还说不是？这不是我发的，梦梦，是你发的。云州，不是我。你姐姐她为了拆散我们，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，这一看就是她用小号自编自导搞出来的。你肯相信她，也不相信我吗？贺云初，差点被你骗了！你为了拆散我和梦梦啊，这是什么阴损的手段都能使得出来啊！贺云舟，你真是个蠢货！云舟，你说姐姐是不怕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，你会跟她抢夺贺家的财产？云舟，姐姐这是要让你绝后啊！这样她就永远能把控贺家。我说你怎么一直阻拦我和梦梦的关系啊？啊，原来你存着这么阴毒的心思啊！贺云初，我真他妈看错你了！姐姐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们不会跟你争夺家产的，只求你不要拆散我和云舟。放手！妈妈，姐姐，我都跟你让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推我？小进来。贺云舟，你当我死了吗？你还敢对梦梦
梦动手。没有你这样的姐姐，我要跟你断亲。你要跟我断亲？没错。贺云舟，把嘴闭上！我不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他断绝关系，我受够他了。这种话，好，我跟你断。云舟，你不要听云舟的，他说的都是气话。秋池，准备协议。好。云珠，你想断亲，我如你所愿。云珠，不要钱，他是你亲弟弟啊！断亲协议我签了，从今以后，我贺云初与你再无瓜葛。该你了。签就签，谁怕谁啊？云舟，不能签！你要是签了，就和你姐姐再也回不到以前了。真的要为了这个女人不要志满血气了吗？妈，你别管我了！签了，关系也断了。没有你的阻碍，我和梦梦才能过得安稳。好好的一场订婚宴，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啊？是呀，订婚宴成断亲宴，这协议一签，贺家彻底散了哦。彻底散了！哎呀，贺云舟，既然已经断亲了，那我也用不着跟你客气了。什么意思？本来还想私下给你的，不过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应该这样对你姐。今天我和云初就送给你和陈默订婚大礼。是。哦。尝尝！我的天，这也行！上流社会玩的可真花。好好的一个豪门，今儿算是彻底没脸了。很意外，还有更精彩的呢。你继续往下看。这都不是真的。你告诉我，这些都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照片都是真的。云舟，你听我解释，这都是你二叔逼我的。他说我要是不走，你就在何家待不下去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二叔，以我的身份和地位，会拿你来威胁陈默？云舟，你别听他的，你要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所以你靠近我，对我好，说爱我，都是二叔支持你的，对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云舟，我是爱你。目的就是为了高挂贺家，对吗？不是，陈默，对你感到恶心。你告诉我，原来你捐骨髓的那个女孩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云舟，你说什么呢？当初给你捐赠骨髓的人
是你的姐姐啊！我看到当时二叔告诉我，是陈梦救的我呀。是你姐姐捐的，她怕你心里有负担，让我瞒着你，可你却把这个蛇蝎女人当成救命恩人，还任由她欺负你的姐姐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姐，真的是你救了我。云州不怕，姐姐会一直陪着你。姐，姐，不错，不是众生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救你，对不了姐。姐，你打死我吧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姐。起来。姐，你原谅我了。造孽！造孽！我何家养了你几十年，却养了你这么个畜生！妈！何明堂！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拿你当亲弟弟，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告诉我为什么？亲弟弟，从小到大，公司是你的，财产是你的，连爸演戏最后一眼看的也都是你。我算什么？我他妈就是个养子，是贺家失手的可怜虫罢了。可是没有今天靠的是谁？是我，是我在国外低声下气的开项目，是我喝酒喝到吐，赚钱养的贺家。我拿我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怎么了？好啊，既然戏演完了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你们我将戏20年，也该把属于我的一切还给我了。二叔，你的计划确实缜密，利用陈梦接近云州，假孕骗婚，拿到贺家10%的股份，再里应外合吞掉贺氏。你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晚了。你以为凭你和楚九池就能阻止？可惜这股份转让协议还没有切出生效，你没有那10%的股份，动不了贺氏的根基。谁说我动不了？这新龙之台的咒，他怎么来了？哎呀！诸位，今日不请自来，打扰。今天借贺家宝地，宣布一件重要的事。过去1个月，我在二级市场陆续收购贺氏10%的流通股，我会把这10%的股份交给贺总，相关手续你在今天上午全部完成。我现在有40%的股份。二叔，爷爷临终前给你30%的股份，是为了能让你在贺氏集团拥有一席之地。你竟然趁机做空贺氏，让外人购买流通股，那又如何？恭喜贺总，卧薪尝胆20年，今天终于如愿以偿。你这个畜生，何明成，你他妈就是个哑巴手的豺二郎！爸要是知道，爸要是知道，应该会很开心。贺氏集团本来就该属于我。
二叔，就算你拿到10%的散股，加上你原本持有的30%，你最多持股40%，而我们这边的股份加起来已经超过40%，你拿什么吃下贺氏？我的好侄女，你呀，还是太天真了。你们几个股东，戏看够了，也该表明立场了吧？放一个。贺氏这些年对你们不薄啊，你们居然背刺贺家！现在加上他们的，我这边有51%的股份，按照贺氏规定，持股50%以上，拥有绝对控股权。我才是贺氏真正的主人。明昌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贺氏交在你手上，肯定能更上一层楼，我和孩子就能享福了。股权拿不到，你这个棋子又有什么用呢？还妄想母凭子贵，给我滚！你骗我！我的孩子，孩子。明成，你不能老死！3天后，我会在集团召开股东大会，正式宣布我接管贺氏。至于你们几个有多远，滚多远！赵董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救我！我是被骗的，我一直爱的都是你。反正你不能生育，你就把这个孩子当做你自己的孩子。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是蠢的不可救药，但我却没想到我竟然为了你这样一个贱货，小孩子从小那么爱我的姐姐，可是我至于竟然为别人养贱种啊！你个祸害！我好好的贺家都毁在你手里了！爸妈，奶奶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。亲子，这些年长大，院长，院长，要不是我纵容陈梦进门，贺家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妈，这事也不能怪您啊，您不也是抱孙心切吗？那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二叔抢走贺家，却没一点办法。我们还没有输。真的吗？这事儿还有转机？在我接管贺氏的时候，就察觉到那几个股东不对劲，于是我暗中调查之后，发现他们挪用公款，违法套路公司财产。这些证据我都已经收集起来了，就是留作后审判。我早就该想到，这几个老东西跟那个贺明成都是一丘之貉。如今我手里的随便都足以让他们牢底坐穿。只是目前这些证据比较杂乱，在证据链彻底完整之前，为了不出岔子，我们必须要让贺明生放松警惕。你想怎么做？我需要你跟我分手。叔，
就算是贺家真的不行了，你不至于跟秋池分手啊。我明白了。贺家失势，我不肯放弃家族。与你理念冲突，你需要在媒体面前跟我彻底划清界限。没问题。爸，我需要你假装受不了打击，突发脑溢血，中风瘫痪。啊？营造贺氏群龙无首的现象，让贺明成彻底放下防备。相信我们贺家已经是一盘散沙。好，只要能扳倒那个畜生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姐，那我呢？我能做些什么？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贺云初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？贺家现在就是个烂摊子，贺明成手里现在握着51%的股份，你拿什么跟他斗？现在还拿这些狗屁追加投资的协议来给我钱，根本不可能！告诉你，别想让我们楚氏集团给你们贺家陪葬！秋池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贺氏垮掉。你不是说爱我胜过一切吗？你为什么连这点忙都不愿意帮我？爱，你有价值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谈情说爱。可现在你没价值，你凭什么跟我谈合作？凭你那个中风瘫在医院的爹，还是你那个已经蠢到不能再蠢的弟弟？你们贺家已经完了。不是这样的，秋池，事情还有转机的。我们够了，贺云初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楚贺两家所有的合作全部终止，你我之间也到此为止。秋池，我求求你了，帮帮我！贺云初，你也有今天。我要是把这个视频交给明成，他高兴，他一定会重新接受我。明成，贺总，给你看这个。我今天在街上看到贺云初和楚秋池吵架了，楚秋池说要终止和贺家的合作，而且他还和贺云初分手了。楚秋池这小子倒是比贺云初聪明，还知道及时止损。贺总，贺云初现在没有楚家撑腰，孤掌难鸣，你接管贺氏就没有任何阻碍了。你就让我继续待在你身边，伺候你吧。好，那你就暂时留下吧。谢谢贺总，我以后一定安分守己。留着你还有用。贺总，刚刚收到消息，贺明海突发脑溢血，住进 ICU 了。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。中风？这么巧，偏偏在这个时候中。去医院盯着他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马通知我。是。突发性脑干出血，虽然患者目前生命体征稳定，但恢复期较长，可能终身无法自主活动。贺夫人，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医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我老公！我们会尽力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啊！你醒醒啊，老贺，你醒醒啊！贺总已经确认了，贺明海确实中风，已经瘫痪了。贺云洲整个人都废了。贺云初不在医院，贺家一盘散沙。好，立刻通知下去，就说贺明海中风瘫痪，发离职。贺氏虎家大爹为了掌控大局，由我暂代董事。召开董事会之后，是贺总。恭喜你，终于如愿所偿了。贺家人能有今天，只是他们咎由自取。等你接管了贺氏，就把他们全都赶出去，让他们去大街上要饭。我贺家还沦落不到要饭的下场。
哟，我的好侄女是来恭喜二叔接管公司吗？贺氏是我爷爷一手创办的基业，还轮不到一个勾结外贼的叛徒接管。我爸一定会醒过来的。醒过来？做梦吧你！医生都下病危通知书了，你还在这嘴硬呢？我现在是集团最大的股东，楚秋池也帮不了你，你没资格质疑我。你，另外，鉴于你最近情绪不稳定，扰乱公司秩序，我宣布暂停你在公司的一切职务，即刻生效。贺明成，你混账！来人，把这个不属于公司的人赶出去！不要，我自己走。无能狂龙，去把赵董喊来，准备签合同。是。赵董，咱们之前聊好的，你给我10%的流通，我给你贺氏项目的核心资料。这个呢是项目转让协议，看看。咱们现在就签。好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姐，所有证据都整理完了。这些是所有股东贪污的银行转账流水，还有这些是他们挪用公款的私下合同原件，还有这个是贺明成和赵兴龙勾结转让、密谋吞并贺氏的全部录音录像。姐，之前都是我糊涂，差点毁了贺家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弥补过错，为挽回贺家出一份力。知道了，你先去休息吧，我再整理一下思绪。好。都安排好了吗？热搜已经推到前3了，舆论也已经一边倒的唱衰贺氏，贺明成也已经放下戒心了。你这边证据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那都差不多了，就等着贺明成召开董事会，我要当众给他致命一击。这场仗我们一定。贺董，请问你今天是否会正式接任贺董事长？赵总，赵氏与贺氏后续会有怎样的合作布局？贺总，两家合并后将会由谁主导决策权？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大家稍安勿躁，你们所有的疑问都将在今日揭晓答案。麻烦让一下。各位董事，各位美女，我宣布，从今日起，将由我贺明成贺氏前董事长，他不是中风瘫痪了吗？贺董没事儿，那今天的董事长更换还有效吗？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是中风瘫痪了。贺明成，你觉得我会眼睁睁看着你贺家基业？可笑！大叔，你勾结外人谋夺家产，陷害真情，今天该清算了。胡说八道！我持股贺氏51%的股份，贺氏最大，有你们在这撒野！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那开场动手！秋池，
你不是跟贺氏划清界限了吗？贺明成，我和云初青梅竹马，10几年的感情你是看在眼里的。这种事，我怎么可能放下他一个人，让他自己孤军奋战呢？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！他说啊，先别急着破防，来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这个呢是项目者。贺董，请问你与赵新荣勾结是否属实？赵董，赵氏早有坑定贺氏的预谋吗？是又怎么样？我持有贺氏51%的股份，有你支持我，还是我说了算？是吗？你们这个反水，不够吗？啊！和老底坐穿的代价比起来，这点好处又算得了什么？王董，这些资料要是交出去，你算算我做过了。挪用项目资金，伪造合同，金额够你蹲岛退休了。考虑清楚，站回贺氏这边，或者进去吃牢饭，二位自己选择。让开！我是赵氏的董事长，你们别拦着我！来都来了，我都答应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我在此告诉大家，贺氏集团还轮不到一个养子撒野。他说：“你的戏该录。”贺云初，你以为凭这几个股东就能扳倒我？我不！二哥觉得，在没有外头的人会出现。在出发之前，我已经将相关证据交给有关部门，执法人员应该马上就到了。报警了？当然，这是你应得的下场。我没有说。他说，现在我这边控股60%，贺氏集团我说了算。我宣布罢免贺明成在集团的一切职务，冻结其所有权限。各位还有异议？不行！对我，凭什么这么对我？贺氏是我的，贺氏是我的。二弟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今天这个下场是你应得的。当初你想出国发展，贺家倾尽全力帮你，可你却踩着贺家往上爬，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？贺明成涉嫌职务侵占、商业欺诈、非法转移公司核心资产，证据确凿，其名下所有贺氏股份均为违法所有，即日起依法追缴，绝不姑息。追缴股份，让我坐牢，你们也配？这个世上没有人能审判我，没有说，也绝对不会说。
你是炸弹！你们谁都别想走！我要跟你们所有人同归于尽！炸弹在哪儿？倒计时的声音是从他身上传出来的。放开我！你这个魔鬼！都别许动！谁要是敢动，都得死！云舟，救我！我不想死。柯总，我是你的同盟，你不能害我啊！我他妈还管你！我今天要是活不了，你们得给我陪葬！何云初，马上给我安排一辆专机，送我安全离开，否则你们都别想活！站住！谁要是敢离出这个门，我就立马按下这个遥控器。二叔，你逃不掉了，说说就行了。逃不掉，那就一起死！不准动！你们去死吧！郝明成，你也别想活！放开我！快走！贺总，贺明成被炸身亡，贺氏将如何应对后续危机？贺氏将全力配合警方后续调查，接下来将由我接管贺氏，让公司早日回归正轨。没错，楚氏将会从资金、技术、资源等全方面扶持贺氏，帮助他们重振旗鼓。都抱歉了，秋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并肩作战。我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会永远跟你在一起。贺总，集团上季度财报已经出来了，所有业务线同比增超30%，股价也稳定回升。不错，贺氏总算走上正轨了。对了，云州那边怎么样？二少爷将名下所有股份转给您后，就去了南区工厂，吃住都在基层。他还让我转告您，从今往后，他只想实实在在帮家里做点事。这小子总算长大了。贺总，刚接到监察部密报，贺氏旗下星光科技分公司财务数据异常，可能存在内部贪腐问题。具体？表面账目很干净，但几个项目的成本高出行业标准2倍，怀疑有人吃回扣做假账。通知下去，我要以实习生的身份入职星光科技。是，贺总。怎么，楚总最近不忙吗？天天都有时间送我上下班。再忙也得接自己心爱的女儿回家呀。饭菜我都准备好了，回家吃饭吧。好。